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 NT 2023年再版的这一款红黑色的 PE 白狮 KO 版，盒子的依旧是非常巨大的，配件装在身上就是这样的效果了。整体来说嘛，毕竟是一个老玩具的重涂，不过这个黑狮的版本会比原色的白狮更换了一些配件吧。首先武器方面，它没有带那个合金的刀，而是带成了这种臂爪，两个炮也变成了一长一短，组成狙击步枪的。除配件外，这回最大的不同是头雕和胸甲的更换，跟原色版是不太一样的。不过喜欢原版头雕和盔甲造型的，这回倒是里边也有附带。狮子的眼线这里有一圈金色的勾边，同时也有这个红色的眼罩，戴上去以后就很像索斯兽了。额外还有一根金色的螺旋桨，也是可以安插在这上边。然后就是备用的更换零件，因为这个设计的问题，尾巴是特别容易断的。PE 原版的白狮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呢，这回里边会多带一兜。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玩家来说 ，PE 的白狮当年可以说是哀鸿遍野了。但说到这个 NT 版最大的不同呢，其实就是比 PE 白狮的关节做的稍微的舒服了一些。PE 原版让人最诟病的地方，主要是出现在这些关节上，几乎每一个关节都不同程度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啊。尾巴还有身上的一些小轴太过于纤细，肩膀这两个大球也是重灾区，因为料子发黏，所以会粘在一起，而且这些关节的尺寸都偏紧，所以扣在一起以后，掰这个地方很容易悲剧。NT 版对于当时的 PE 白狮来说，最好的一个改进点就是它在把玩的过程中舒适了很多，很多关节，尤其像危险容易粘黏的地方，它的料子和 PE 的成分不太一样，所以并不会发黏，而且可能在修正模具尺寸上面稍微的打薄了一点点，所以玩起来会比 PE 的白狮松一些。当然也不会出现 PE 白狮原版那种掰不动关节，最后把料子崩断了的现象。反正猩猩里边带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大板刀，小猩猩的那个滑扣滑进去也可以变成一个大斧，这大家都知道了。NT 版这一回做的还行吧，透明件挺通透的，并不会出现什么水口气泡，而且在变形过程中也能感受到卡扣这些地方做的还是挺舒服的，松紧度还行。尾巴是可以像肠子一样盘在这里边的，当然这些关节轴也是重灾区了。当时的 PE 版本这个地方相当的恐怖，稍微的一掰的话，就是在这些关节轴的地方，因为里边根部太细了，只有这么一小点点，而且并不是什么韧性的材质。NT 版好就是好在它没有 PE 那么紧，所以玩起来吧还会稍微的舒适一点点。和原版一样，尾巴尖这个地方特别的尖锐，小心扎到手。拔下来以后，左右分开，可以变成两把小匕首。接着两把大枪可以扣在后背这里，插进去以后扣的还是挺紧的，不会轻易的松掉。和原色版不同的是，其中的一把枪会变成这个样子的狙击枪头。翻出把手来，这个也可以形成一个单独的炮。另外的一个呢，你跟这样翻起来，拉长，很擎天柱式的大枪，把这个缩短，翻起来，哎，翻出这边的卡扣，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就成了一把大型的狙击步枪。但后边这个尾扣啊，这根部是可以活动的，所以拿起来稍微的有一些晃晃荡荡的，怎么感觉？然后和原色版最大的不同，把两把刀换成了两个臂爪，也是合金的材质，其实还是挺重的。但它根部的这个插扣这里，其实里边还是一个像是定位方向的八棱轴，斜着一点的角度可以卡在这里，不至于让它落下来。上边这里的类似于3根烟囱的装置，根部是球形关节。可以调整一下，安插在手里的时候要把 C 型扣拔开，打开手掌，直接把爪子握进去就好了。这样的一个搭载形式，关节支撑的力度还行，其实这个爪子还是有一定分量的，毕竟是一个合金件，支撑起来倒是还握得住啊。另外的配件就是这个地台了。PE 白狮，说实话，如果不用地台的话，其实是非常难站立住的。而这回支架最大的不同就是
表面没有 PE 的 logo 了，自然它也不可能印嘛。而且作为 NT 的 KO 版，胯部这里明显感觉会比 PE 原版的松一些啊。根部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上下有一定拉的幅度，所以当你摆造型的时候，我觉得更需要支架去站立。膝盖位置这里是齿轮关节，两段腿屈膝，幅度还是挺大的。膝盖甲这里有一个滑道，可以调整一些造型，当然这个也是后续的变形需要了。大腿根部左右可以旋转一定的幅度。脚踝位置根部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当然这是 PE 原版的设计了。而且很危险的地方在哪儿呢？一个是这个脚踝关节轴原版非常容易断啊 ，NT 这一回的松紧度还挺合适的。脚趾头独立可以活动。然后脚掌还有一段球形关节，这就是说为什么它站不住。脚踝一个球，脚掌前方一个球，这两个球关导致它撑不住上边的力度啊。小腿内部是合金的零件，同时这里有一个滑槽，在摆造型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小联动的效果。当然，这个也是在狮子形态下可以用到的。后边这一块装甲有一定的活动范围，手腕可以旋转，四指打开，胳膊肘的曲臂也能达到135度。当然，因为有这个变形的关节啊，其实还可以往上活动一点点，但这个样子会暴露一些，就穿帮了。撩开肩胛里边还有一个独立的小肩胛，这个根部也是一个球形关节，所以来回活动范围还是不错的。同时在里边它做的不是蝴蝶关节，这个关节我原先拆开过 PE 的原版，它是一个背后球，所以我们可以给个光看一下，它这个关节是这样设计的，并不是当时大家认为的外边这么大一个球套在肩膀上，而它的球其实是在这里边，所以在原版的时候这个地方特别的皱。这就是我说那个料子非常容易粘黏的球形关节，一个球关竟然掰出来齿轮关节的嘎巴嘎巴的声音，可想而知这根轴承受了多大的恐怖的扭矩，所以导致了这个地方很容易断裂。所以 NT 的 KO 版作为最大的改动点，就是把这个肩膀关节做舒服了。你可以来回的扭这个活动的轴，你不会听到那种很恐怖的像齿轮一样的嘎巴嘎巴的声音，但是这个支撑的力度其实还行，松紧度什么的完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也是大家喜欢 NT 版更多的一个原因之一啊。后背这里依旧做了金属涂装的分色，还是挺漂亮的。腰部这根部其实是一个球形关节，活动的范围也非常的巨大。胸口下方这里有一个双关节的下托，可以进行含胸弯腰。脖子是两段球形关节，活动的范围还是非常广的。胸口可以打开，然后里边的盖子再掀开，有一个领导模块的刻画。而且因为涉及到旋转 ，PE 原版这个地方也是很紧的。就这么细的一根轴，你在旋转的时候嘎嘣嘎嘣的，所以 NT 把这个球形关节也改得很舒适了。你变起来以后就不会出现那种很难拧的情况。然后我们来开始它一个非常简单的变形过程。其实 PE 在原版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一趴变形，手腕转一下，把这一块拧过来，而且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卡扣，这个地方也注意一下吧。根部这里的这个轴也很危险啊，小心一点的折，然后把这个凹槽滑进去。倒是啥呢？整体的手感就感觉这一回的 NT 版本啊很舒服，每一个轴它都没有 PE 那么的死掰过去的那种生涩感。两个胸甲双关节往前拉，然后旋转一下，也没什么卡扣啊，就是往这儿放着就行，聚拢在一起。肩膀通过这个大的球形关节往上撸，上面就呈现这个状态了。脑袋也不用收啊，就目前变到现在为止没有出现一个卡扣。接着是非常别扭的这个地方的交叉，中间的这个连接杆，它用的齿轮关节，哎，你说在这个地方它反而用了齿轮关节，
而且中间是合金的，我们就需要把这两个摞在一块儿就可以了。打开这些鬃毛以后，调整里边的这个红色板的位置，中间有多段的旋转轴嘛，我们要把它调起来，放到头顶去，鬃毛先全部的炸开，然后进行一个摞在一起的操作，就随便搁一搁就好了，反正包出来这个圆乎乎的脑袋差不多就行。所谓的标准变形到位呢，其实有一个定位的点。这一片肩胛打过来以后，会发现这里有2个小的卡扣，鬃毛下方灰色的零件这里会有2个插点。但是这之前你在操作的过程中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定位的，这2个轴也是这么交叉着，随随便便的拌在一起。所以呀，如果有耐心的朋友们想要完美变形，你可以试着把鬃毛这2片扣子扣在一起，但我不建议这么做，一个太耗时间了，一个你几乎找不到什么定位啊，这是 PE 设计的问题。这家公司确实不太会设计变形，差不多搁在这儿就行了，反正你扣不扣也不打紧，狮子头就是这么样子，放在这儿就好了。腰部这里的双关节为了可动吧，你可以稍微往出拽一点点，稍微的弓起来一点点腰，胯部往下拖，往后折一下，膝盖的位置，上方这里往后折，前方这里再折，把这个膝盖甲往前撸一下，好，变成这个样子。再通过小腿的脚踝往下拉这中间的合金轴，让脚呈现一个前倾的一个姿势就好了。变到现在的程度，你就会发现一个架子基本上就变完了，然后拿出后边这一坨武器全部插在一起，用这个卡扣插在后腰上，于是这款狮子就变形完成了。可想而知，当年我记得没错的话 ，PE 当年的售价在850块到900块左右，花800-900块，在那个年代的800-900块啊，我们考虑一下当时的购买力，买到这款产品是一个如何的体验？人形帅，确实 PE 的美型是相当过关的，但狮子的造型非常的孱弱，也仅仅是靠这些武器配件堆叠上去，为造型壮大了那么一点点的门面，再加上曾经非常恐怖的做工以及到处断裂，最关键的这家第三方在大陆这边还是没有售后的，所以断了的你只能自己忍着。这也促使了后来 NT 第四方这家公司把 PE 白狮给 KO 了。KO 完了以后，调整了这些松紧度，还增加了这些备用的补件，而且最过分的是 NT 有售后，所以 PE 白狮这个模具可以说是让人又爱又恨，造型太漂亮了。每一个人都应该会看得上它的人形啊，包括圈外的一些不玩变形金刚的朋友们也会觉得这款的人形相当的不错，再加上身上合金材质的运用以及多武器的互动方式，都让这款增光不少。可能很多人买回来它也只是一个人形的展示，狮子形态大不了不变了嘛，对不对？可当年高昂的售价、拉胯的做工还没有售后，品控异常糟糕，很多人对这款狮子望而却步。NT 把这个白狮 K 出来了以后，听说销量相当的不错啊，很多当时没有去入手的朋友们都会去翻回来追 NT 的那一款。而现在2023版的这款黑色的狮子，主要是涂装的更换以及配件的更换吧，再加上涂装的细节点缀，其实让这款狮子会很漂亮。尤其这个红黑色的搭配出来的这个狮子造型啊，其实我不太喜欢这个眼罩，太索斯兽了。摘掉以后，这个金色的勾边我觉得会更好看啊。牙齿里边银色的点缀刻画，舌头、牙龈都有涂装出来，同时你嘴巴可动的时候，牙龈往上闭，上牙膛还有一点微弱的回弹的可动。确实，这个狮头如果你从正面看的话，本身来说这个就是大脑袋狮子，身子非常瘦小，而且鬃毛炸开了以后，红黑色的点缀加一些金属的绿漆和金角眼线勾边的这种感觉，让我想起来南派狮子里边好像叫做张飞狮吧，跟那个感觉很相似啊。
到如今2023年 ，NT 还在推出这款 PE 的 KO 重涂版黑石，可以见这个东西确实造型方面是非常受欢迎的。而且 NT 非常聪明的，它其实是一个很懂的公司，它起码会做关节。PE 当时的美型再漂亮啊，这些配件的互动方式再好，你连一个玩具产品最基本的可动素质都做不到，更不要谈它完全不会设计的变形结构了。起码 NT 把原版身上那些该有的毛病，容易出现问题、容易损坏的地方都给你修正了一遍。整体来说，把玩的手感是要比原版 PE 的那个生涩的关节好很多的。起码 NT 的这个代工厂是比 PE 的代工厂要靠谱的。所以也是正因如此，特此颁发证书 ，NT 的2023版 KOPE 的黑石，我特此颁发懂王称号。两个层面的含义，没有人比 PE 更懂做美型。另一个层面 ，NT 也是用实物说话，告诉 PE 我比你更懂得怎么去做一款可以玩的玩具。那么得嘞，这期咱们就聊到这儿吧。